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花了几个小时去剪辑影片，在上传影片之后，却发现点击率低得可怜？你可能不知道 YouTube 影片的缩图才是决定 YouTube 影片能不能被点击的关键。别担心，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如何去使用 Canva， 在没有设计经验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专业级的缩图，让你影片的点击率直接翻倍。而且我会在影片的最后推荐给你一款免费的工具，来帮助你测试出缩图的点击率，帮助你选出最能够吸引观众点击的缩图。还有 Grayson， 这频道就要分关于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在我设计缩图之前，我会先去收集一些缩图设计的灵感。一般来说，我会在我的 YouTube 首页上面去看一下有哪些影片的缩图它是能够抓住我的注意力的，并且它的缩图设计风格、设计思路是能够运用到我即将设计的缩图上面的。或者我会直接尝试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去看一下搜索结果里面的影片，它们的缩图是否能够给我一些灵感。无论是说中文的影片还是英文影片，我都尝试去获得一些灵感。如果说其中有些缩图能够抓住我的注意力，我就会去分析一下这样的缩图风格是否能够运用到我的缩图设计上面。那因为我的缩图都是有我自己的人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我不能重复利用我之前已经用过的人像的话，我就会选择重新拍摄。通常我都是打开相机，然后进行录制。在录制的过程中，我会摆出不同的姿势，去展示出不同的情绪。这样做是因为在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录制的文档导入到我电脑里面，然后把我想要用的姿势就截图下来，用到我的缩图设计上面。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 Canva 里面了。在这中间呢，你可以找到 YouTube 缩图的选项，就能够让你快速的建立出 YouTube 缩图的文档。如果说你没有在这边去发现 YouTube 缩图的设置的话，可以在这边去进行搜索，在这边搜索 YouTube 缩图，然后呢选择 Canva 范本。这边呢 Canva 就会提供给你很多关于 YouTube 缩图的范本了，你呢是可以直接找到一个和你符合风格的去进行修改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发现有些模板它的右下角是有个 Pro 皇冠的标志，就代表着这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使用的。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 Pro 的30天免费试用。当我选择一个模板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个界面里面，它会推荐给你更多类似的范本。那你可以点击这个自定词范本去编辑这个范本。这期影片呢，我就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去设计出你的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你可以点击这个建立空白的 YouTube 缩图。那这期影片我就尝试去复制我之前已经设计好的这个缩图。那首先呢，我需要去加入我人像。想要去上传你的素材呢，你可以选择左边这个上传，然后选择这个上传答案就可以了。或者说更方便的就是直接拖拽你的素材到 Canva 的界面上面，也是可以上传的。那现在呢，我就上传一个我人像了。那这边呢，我介绍大家常用的2种操作。那一般来说呢，我会去除掉我这个照片它的背景，只保留我的人像，然后呢再替换出其他的背景。那想要在 Canva 里面去除掉照片的背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背景移除工具。那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旁边有个皇冠的标志的，就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 Pro 的30天的免费试用。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照片的背景就被快速去除掉了，并且呢非常干净。那假如说你想要去保留你这个照片的背景，但是呢你想要去移动这个人物，比如说我现在的人物是在中间的，如果说呢我想要把我人物去移动到右边也是可以的。我可以选择编辑，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这个魔法抓取，这个功能呢也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那你可以看到 Canva 的 AI 就快速帮我辨识出了，我可以去快速的选择我的人物，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抓取。那现在呢，我的人物就单独抓取出来了，我可以移动它。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在保留背景的情况下，我移动人物了。我可以把文字放到这个左边，也是可以的。那现在呢，我还是选择去替换出其他的背景。在 Canva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照片选项，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一些背景。比如说呢，我选了这个背景，右击选了这个将图片设为背景。那你可以看到刚才那张图片呢就变成我的背景了。然后在我人像的背后也可以去加入 Canva 的标志，让观众能够快速知道
这期影片是讲关于 Canva 的。那我可以来到应用程式，然后搜索这个 Brand Fetch Logo， 选了第一个。这边呢，我可以搜索 Canva， 我可以选了这个标志，然后挪动它的位置。这边呢，我需要把 Canva logo 移动到我人像之后，这个背景之上，我可以选位置，然后呢选图层。你可以看到，现在 logo 这个图层呢，就是在我人像之上的，我需要挪动它，你就可以看到呢，现在我的 logo 就是在我人物之后的。然后呢，我可以再做一个操作，把这个 logo 再压暗一点，我可以选元素，然后呢选择形状，这边呢把它改成一个黑色，变换它的大小，覆盖到我整个缩图上面，然后呢再次选择位置，调整它的图层，在我人物之后，在这个 logo 之上，然后呢需要去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大概是在65的时候，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呢，能够隐约的看到背后有一个 Canva logo， 但是呢又不会太跳跃，观众的注意力呢还是在我人像上面的。那我可以顺便调节一下我的人物它的画面，我可以选编辑，在这边呢选调整，这边呢我尽量是调节它的亮度，把我人像呢调亮一点，对比度呢调大一些，亮度再高光一些，添加是白色，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为了让我这个人像更加突出一些，我可以给它加入一个阴影或者是一个白边都是可以的。我还是选择编辑，这边呢我需要选择阴影。那如果说我要加入阴影的话，我就选这个阴影的选项，然后呢调节它的颜色。这边呢我可以选择偏蓝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呢可以调节它的角度、它的模糊程度，或者是呢调节它的距离，以及呢它的阴影强度，或者是呢我可以选择这个大纲，也就是呢给我这个人像周围加入一个外轮廓，我可以把它变成白色。那这边呢我可以调整它的尺寸，比如说不要这么粗，大概在15左右，然后呢可以调节它的强度，强度越大呢它的颜色就越实，我可以把它变成100，然后呢调节它的大小，不要看到底下的这条线。那下来呢我就处理完我的人像以及呢这个背景了，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加入我的 logo 了。这边可以注意到呢，我的 logo 它是有一个角度的，所以呢我需要把它变成这个有角度的 logo。那首先呢我需要去找到一个应用程式，我选择应用程式，然后我搜索 Transform Image， 然后找到这个应用程式，这边上传你想要去变换角度的图片就可以了。那这边呢我就上传一个 logo 的图片，它的操作呢非常简单。如果说你想放大这图片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放大缩小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去调整它的角度，你可以把你滑鼠放到这边，如果说我要把这边的角度变小的话，我就把滑鼠移动到这边，然后呢拖动它，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角度呢就变小了，它就形成一个从这边往里面缩的一个状态，这是我想要的状态。那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之后呢，就可以选择 Add to Design， 那你可以看到它加入到我的画面里面了，然后我就可以调整它的大小，挪动它的位置，大概这样合适的大小。那你可以看到每个 logo 这边呢我都加入了一个阴影，那我可以选择编辑，然后呢选择阴影，给它加入一个阴影，这边呢变成一个白色的阴影，调整它的模糊程度，稍微调整一下距离，强度呢保持不变，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就给它加入阴影了。那其他 logo 也是同样的操作。那现在呢我的 logo 也制作好了，然后呢我需要在这中间去加入文字，我可以选择文字选项，在这边呢选择新增文字方块，这边输入文本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并不知道在缩图上面放什么样的文字，你是可以用 ChatGPT 来帮助你的。那我输入提示就是我的标题是 Canva 必学新工具，这6款最新推出的应用程式，让你设计事半功倍。请帮我想出10个可以放在缩图上的文字，文字不要太多啊。那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帮我产生了这些文字了。那如果说你并不满意这些文字的话，这边呢你就可以问有没有更好的 AI 文字提示，我可以问你去获得更好的缩图文字结果。那这边呢就可以让 ChatGPT 告诉你你应该怎么问它去获得你想要的文字结果。它要分成不同种类，比如说目标导向性的提示、竞争分析导向的提示、受众心理的导向、测试导向。比如说呢我就可以去问一下这个提示词，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ChatGPT 呢就帮助我生成了这10个提示词了。比如说呢我可以选这个，然后呢我需要更改它的颜色，我个人呢喜欢黄色。那下来呢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需要呢去给它加入个效果。比如说呢，我可以给它增加一个外框，这个外框呢，我可以把它变成白色。白色呢好像不太好，我把它变成黑色看一下。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文字呢就更加清晰了。那我可以再做一个更加深入的效果，就是我可以复制这个文字，我可以右击选择复制，再右击选贴上，我就复制了这文字了。然后呢更改它的效果，变成这个阴影，然后呢把阴影呢变成黑色，把这两个字呢先重叠一下，然后呢选择它的位置，把这个有黑边的字呢放到最上面一层，然后选这个没有黑边的字，把它挪动一下。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呢，我这个文字是带有阴影的，我可以把这透明度呢再调得高一些，这样呢阴影是更加明显的。那这边呢，我可以把这文字也变粗一些，变成一个粗体，这样呢让我的文字更加突出。然后也一样把底下这文字呢变成粗体。现在呢我就设计完我的缩图了，但是呢我会做一个测试，就是我会把它缩小，移动这个缩小的滚轮，调整到大概25%，去看一下这上面的信息，特别是文字的信息还是否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呢，我会准备这个我频道首页的截图，我会把这张缩图先放到我频道首页里面，去看一下是否是符合我整体的缩图风格的。那我可以选择一个应用程式，我搜索这个 Design to Image， 我可以直接把我这个设计好的缩图呢变成一张图片。我选择第2页就是我这个缩图的设计的页面 ，PNG、JPG 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就可以选择导出了。这边呢就转换成图片了，选择这个 Add to Current Page， 然后呢把它缩小，覆盖到我之前影片的上面，去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符合我整体频道的缩图风格的。然后呢，我就可以正式的导出了，选右上角分享，选择下载 PNG 格式，选择这个当前的页面，选择完成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去搜索这个网站叫 SoundsUp.tv， 这个网站是能够让你去测验出你的缩图还有标题它的吸睛程度的。这边呢，我可以导入我的缩图，然后呢，在底下呢也是能够去添加标题的。那这边呢就可以展示出你的缩图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它的一个尺寸的大小、信息的展示，以及呢标题在不同设备上面它的长度的变化都是能够显示出来的，你就能够去分辨出你的缩图还有标题到底是不是吸引观众的，观众是否能够从你的缩图上面去获得信息，是否看到你标题的时候能够理解你这部影片会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这个工具呢真的非常好用，并且呢你是能够去免费使用的，不同设备的尺寸你都是能够看到的，建议大家呢都是能够去用一下的。当你制作好你的 YouTube 影片缩图之后，你就可以上传到你 YouTube 影片上面了。不想知道完整的影片上传流程，并且做出全部正确的设置，来最大化影片发布之后流量，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想让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和更多互动。那我们下期片见，拜拜。